喂，大家好。那今天来录一期那个吧，就街头恶魔的海克斯的一些优先级啊。其实这海克斯的强弱，就可能有在玩的人就比较有感受，但是可能还是要再讲一下。就有几个是特别，就是比较跟就是大家反直觉的。第一个是街头恶魔转，这街头恶魔转就是真的是，如果你一开始就打算要玩街头恶魔的话，这个街头恶魔转就是稿子，就是很弱的，基本不可能选，选的都是很极端的情况，什么魔像局啊什么才有可能选，不然这个街头恶魔七街头恶魔，就如果你只开七街头，这个转职就是零提升啊，甚至是就是让一个海克斯差不多的感觉。对，但之所以是为什么，可能一些人没感受啊，因为这个街头恶魔七街头恶魔的强度就是你抽到火人跟那个 Nico 的强度啊，那你多一个转职，你没有 Nico 跟火人，你还是得抽啊，那这个转职到底有什么用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转职就是没用，而且它也不提供额外属性嘛，它就只是让你那个挂件就是外援可以多一点17的血量，17的双攻啊，这个肯定不止一个海克斯啊。所以这肯定是搞的，就是你街头转就是只能接受选秀五阶段6阶段出去捡到的街头转，不然这街头转没什么意义，除非你要开10街头啊。对，然后再来是炙热灵魂啊，这个也是搞的，因为这个东西火人的攻速很慢，火人是0.75，基本上所有的外援跟体系卡都比它快，狮子是0.8，然后萨米拉0.85，然后螃蟹不用说了。接可库珀好像1.0吧，那佛爷那些都0.9以上，那他就吃不到这个炙热灵魂一开始啊，那就算吃到了，整队也就他一个人可以享受这个法强的巨大加成，其他人法强都是随缘拿的，就没什么大用，所以说炙热灵魂也是搞的。然后再来是巨块跟那个叫什么上链，这巨块跟上链也比想象中弱，也不是说比想象中弱，是你要选的时候，你要确定你自己也是资源超发局啊，就是资源超发局你才能拿，因为不然你这个街头你在抽牌就启动的时候，一前一后的就是各3件装是刚需啊，你各3件装是不能分装的，所以你除非是那个资源很多的局。不然你拿那个巨块，你是吃不到什么效益的，这个你要自己去判断，不太能公式的拿。那这个上链也是差不多意思，对。然后一些比较强的，就是常见的，可能大家都知道，银色就是一些强经济嘛。然后这个生存者我最喜欢拿，虽然每次都被呛，但是我还是每次看到就拿。我从来玩这个游戏看到92块的那个叫什么，92块的大饼，看到不拿说不过去。但是正常人爬分肯定是不拿的，但是反正这个是我个人喜好。然后其他一些强力的海克斯，比如说珠光莲花啊，攀升之阶可能要注意一点，就是你如果要玩攀升之阶，就是玩狮子狗跟金克斯这一套的话，攀升之阶是强到爆炸。那如果你是正常玩的话，就是金克斯会被优化掉的那种版本，在攀升之阶就要在你萨米拉2之后才能体现。你要有一个强力的残局手才能体现这个东西的强大，不然就是如果你是8等，然后金克是没装，就火人跟那个 Nico 双 C， 你这个强度就会下降一档，不然等你有残局手的时候，这个东西的强度就会提升到 S。然后这些强经济，然后这个 Freestyle 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给经济，然后也不限制百位，我觉得，然后大概给30块嘛，他会给3张那个街头牌，我很喜欢这个。然后这个魔像化不用说，街头恶魔的魔像化，谁用谁知道。然后这个Tracker也是就羁绊追踪羁绊追踪就太强了，这东西反正你会开的话，街头最后转去街头也是强到爆炸。然后这些装备类彩色海克斯都挺强的，我说这个大棒一流啊，大剑生命，然后这珠光，然后这个撞错伙伴你要看格子啊，这格子具体你们自己要知道什么格子可以拿。然后是4种援军，拿个火男嘛就能上9，拿火男 Nico 什么的。
对，然后剩下就是一些经济跟一些比较好的战力，对，然后一些比较容易误会的，我就顺便这个是搞的，这个街头专属另外一个海克斯也是别选最大，对，然后剩下就几个在黑箱商店，这个现在不是太强，现在是那个你节奏不好的时候去转的，去转狮子狗金克斯去选的，对，那比较大误区就是转职吧，转职跟原计划这种比较容易让别人暴毙的，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比较强的战力海克斯，好，大概就这样，有问题再说呗，谢谢大家。